有关台军要暂时搁置4500吨护卫舰的镇海计划，转而建造8艘轻型护卫舰，以便在2027年前服役并且形成战斗力的说法，在台湾岛内算是峰回路转。台军自造的4000吨海巡舰迟迟没有推进。有台湾智库爆料称，由于面对2027威胁节点，台军打算延宕大型护卫舰的建造计划，改为建造8艘1400吨级装备大量反舰导弹的轻型护卫舰，以增强战力。据台湾联合新闻12月5号报道，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日前发布文章披露，在台湾立法机构安全委员会主导下，台湾海军将暂时搁置4500吨级的新一代护卫舰建造计划，并建造2000至2500吨级的轻型巡防舰8艘以取而代之。台军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应对2027年的威胁窗口。对此，台湾海军没有否认，但表示各项方案均会审慎评估。近来，台湾岛内造船业已开始流传一则消息，台湾海军准备将原先计划建造的4500吨级的巡防舰暂时搁置，并计划修改设计构型。与此同时，台军将先行建造2000至2500吨级的轻型护卫舰8艘，以快速形成集战力，来应对2027年的威胁窗口。此前，台湾海军参谋长蒋正国12月3号在台湾立法机构证实，代号镇海专案的新一代导弹护卫舰原型舰整个建造计划可能往后挪，构型也可能改变。梅复兴指出，这次建造计划并非是台湾海军主导，而是某位曾任军职的现任立法机构安全委员会委员所提议，后经正式提报后获得高层核准同意，才是优先执行。第一艘轻型护卫舰将于2023年开工建造，以赶上所谓的2027节点。这种2000余吨级的新轻型护卫舰，在概念上，其主要任务功能是反封锁、护航，为塔江、沱江级巡逻舰提供指挥管制与近程防空掩护等。同时，该舰还有一定的自持航行能力，满足在台海周边乃至南海、南沙等地区执行巡航、反制灰色地带威胁等任务需要。据称，目前新的2000吨级轻型护卫舰计划分为防空与反潜2种构型，各建造4艘。梅复兴表示，新型舰的概念设计是成熟的。然而，如果台湾海军要在2023年就开始建造这种轻型护卫舰，台海军不仅必须在短期内完成建案计划的大幅修订、合约设计以及招标工作，照理说在时间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海军之前就曾有过2000吨级新一代2级舰的规划，因此这也不是不可能。对于梅复兴的爆料，台湾海军司令部没有正式回应，但他表示，因应敌情威胁，台湾海军均会审慎评估所有对提升制海作战能力之方案。台湾海军镇海计划又称新一代导弹巡防舰，是台湾海军计划的12项造舰计划项目之一，原定2018年开工建造1艘原型舰，建造期2至3年，后续建造5艘，取代台湾海军老旧的诺福克级护卫舰、佩里级护卫舰、拉法叶级护卫舰，成为台湾海军作战舰艇的核心力量。台军原计划在这艘4500吨的护卫舰上装备包含相控阵雷达的宙斯盾系统垂直发射装置和雄风3反舰导弹，但由于该舰重要的子系统台湾仿制美制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训练计划进度落后，镇海计划的造舰计划不断延宕。此前，在2018年高雄海事展，台湾海军还曾展出台湾中科院与台船合作发展的1400吨级轻型巡防舰概念设计。该舰采用隐身设计，舰上装备8枚雄风2型反舰导弹和16枚海剑2防空导弹，火力强大，相较吨位较为强大，装备探测范围50海里的对空中程雷达，吨位在1500吨左右。先是去年12月3号有关轻型护卫舰的消息传出，再到12月12号，台海军对这一消息表示严厉驳回。但在12月18号，台湾媒体又披露，此之前的12月7号，台海军在采购网上登载了轻型巡防舰防空型及反潜型监造的采购公告，征求轻型护卫舰的监造方案。随后在12月23号前后，这一公告又在网上撤回。如果用大白话总结，那差不多就是海军不是很想要轻型护卫舰，但迫于实际原因又不得不打算要。但要是真被人问起来了，因为程序上的原因，台军又只能将其形容为没法要。有关台军在轻型护卫舰决策的方方面面，台湾联合新闻网上刊登的一篇分为上下2篇的评论，算是解释的相当详尽了，整体的思路也颇为全面。毕竟原本的镇海计划方案和配置情况算是比较详尽，而轻型护卫舰所能采用的武器装备和传感器设备也是摊在面上的货架技术，战斗力上是高下立判。
而用来交换的则是研制的技术风险与建造服役周期。简单来说，就是科科院在研究镇海计划的会舰上所用的作战系统的过程中遭遇了大失败，不仅只能在 PESA 的老技术上打转，全系统的尺寸也降不下来，加上台军又不肯在吨位上松口，于是整套作战系统只能外购。虽然目前风声台方一副天上的星星也摘得下来，美国的 SPY-7 也买得到的口气，但洽购这事儿要花费的时间和资金， SPY-7 眼下的状态也远不到给钱就卖的成熟地步，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建造尺寸更小的轻型护卫舰。在防空系统上转向已经装上塔江舰上的海剑2防空导弹系统，相应的雷达系统也缩水到配套的海风眼雷达，结果的争论也就自然落到了性能换时间值不值得的话题上来。当然，相比外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候单纯的性能比较斗兽棋之外，熟悉台军的分析人士还会说到另外一些很有台军特色的东西，比如长期以来台湾海军的3级舰晋升通道问题，在此次清护计划出现之后，就被认为能有所调整，从而恢复1级舰、2级舰和3级舰的架构，改善台军军官晋升的顺畅度。但从台军使用的角度看，从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山字号护航驱逐舰全面退役，台军2级舰数量清零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新一代的台军官兵是只知3级舰中应有2级舰，而未曾见过2级舰。台军的军官晋升体制更是在只有1级舰和3级舰的情况下运转了这么多年，新的晋升传统也已形成，这时候再来一回文艺复兴，弄不好就不是旅顺而是添乱了。尽管如此，另一件台军特色确实可能影响了台军在护卫舰选型上的决策，那就是预算编列。由于台湾地区的军费预算历来是依据台湾当局的财税收入来拟定大致框架的，台军预算的总规模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台军内部各军种的预算比例自然也就成了标准的分蛋糕。作为台军最大型的水面舰艇建造计划，镇海计划原本是要在预算池中占据大头的。按照此前的规划，新一代飞弹巡防舰的首支舰预算总规模为245亿新台币。此前拨付给科科院研制作战系统的预算也达到了67.25亿新台币。原本首舰计划在2026年完工，而单在2022年就计划编列106亿新台币的预算，但由于整个项目的延宕，2022年开工首舰已经不见希望，实际所需的预算也就大幅缩水，减少到了只能维持项目运行的571.5万台币。这对于每年需要制定预算、审核预算、批准预算和执行预算的台军行政部门来说，这种预定了一大波预算最后花不出去的情况是相当恶劣的。毕竟军队里要花钱的事情多到数不清，一笔预算花不掉，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替代方案来把钱占上。但任何预算的编制都需要时间，如果协调不好，相关军种的总预算就会受到影响。长此以往，军种地位、将官晋升之类领域的消极影响也都不可忽视。当然，新一代飞弹巡防舰这种在编列预算前自己把账目折腾好的，多少还算是给了军中弟兄一个交代。台军在历史上还有过不少编列了大额军费预算最后花不出去的情况，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2006到2008年陈水扁当局执政期间，台湾空军计划采购66架美制 F-16CD 战机的事情。台湾先是在2007年度编列了160亿新台币的封损专案，试图于当年采购 F-16CD 战机66架，结果当年美方没有同意，预算没花出去，只能在结算时报缴财政。2008年度台军声称美军已经表态支持，只等美方高层决定出售时机，再次编列预算200亿新台币，结果依然是颗粒无收。而为了在军内的预算池中留够这笔大额预算的空间，台空军其他部队就不得不过几年紧日子，比如暂时搁置原本考虑的新一代高教机研制和采购计划，选择从2002年开始为 AT-3 高教机进行研售。同时，由于对于将要获得更多 F-16 战机的预期，台空军当时已经计划要尽快将现役的 F-5E/F 全部汰除，所以不仅放弃了对现有 F-5 战机进行升级改造的 Tiger 2000性能提升案，甚至也没有妥善处理 F-5E/F 战机退役后的保存和现役机的延寿问题，结果预算连续2年没有花掉，新高教机的获得日程向后推迟， F-5E/F 战机尽速汰除的想法也无疾而终，台军不得已只能继续使用严重老化的最后一批 F-5E/F 至今，才会出现近年来接二连三的 F-5 战机飞行事故。对于台湾海军而言，眼下最迫切的问题依然是装备老化引发的换装需求。台湾现役的济阳级护卫舰已经使用超过40年，看起来舰龄稍微年轻的成功级、佩里级、康定级和济德级也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
而眼下的美国海军已经全面转向台湾海军的沱江级飞弹巡逻舰陆续投入使用，而自研潜艇也在24小时内加紧建造，预计将在今年下水。然而，海军舰队核心的1级舰和2级舰目前似乎没有太多新消息，这包括正在服役的济阳级巡防舰和成功级巡防舰。长期以来，台湾海军在法国拉法耶的影响下，面临着采购大型军舰的挑战，难度逐渐增加。近几年，关于自研轻型巡防舰的消息逐渐增多，然而每次发布的信息都让军迷们感到困惑，设计要求也经历了多次变化。因此，今天我们就借此机会深入探讨轻型巡防舰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在2016年，台湾海军首次公布了未来的造舰计划，计划打造新一代飞弹巡防舰，以替代逐渐无法满足需求的成功级和康定级巡防舰。该舰将整合众多梦幻装备，包括相位阵列雷达、垂直发射系统、海对空短程防空飞弹以及雄风2型和雄风3型反舰飞弹。若顺利完成，这将成为台湾海军的首艘神盾舰。然而，计划并未如预期顺利推进。在2022年的年度预算案中，这一原定的4500吨级飞弹巡防舰被调整为新型巡防舰，并且轻型意味着吨位将降至1500到2500吨。军方解释称，原本计划装备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 AESA 尚未准备就绪，因此若希望在短时间内让飞弹巡防舰投入使用，只能搭载被动相位阵列雷达 PASA。PASA 中的被动指的是雷达天线的阵列单元只能改变信号的相位，无法发射信号。信号的发送由天线后方的信号产生器负责，经过信号放大器再传送至阵列单元。而 AESA 的每一个阵列单元都具备完整的信号产生、发射和接收能力，将整个流程缩小到每个单元中。与 PASA 相比 ，AESA 雷达具有多个优点。首先是能降低信号被敌方拦截的风险。一般而言，雷达系统通过发出信号并监听反射回来的信号来探测目标。这也意味着，当敌机被雷达波照射时，机上的雷达警告接收器 RWR 能够提醒飞行员可能已被锁定，从而采取防御措施。RWR 可以根据雷达信号源进行分析，识别敌方的位置及潜在目标类型。因此，单一信号的雷达阵列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被识别，这会使敌方掌握我军舰艇的位置和类型。AESA 雷达的优势在于每个阵列单元都可以独立运作，并随机改变频率，这使得 RWR 难以判断信号的来源和类型，甚至难以察觉自己被 AESA 雷达照射。如果 RWR 失效，而敌机未能及时做出防御反应，防空飞弹的命中率将显著提高。其次， AESA 雷达的抗干扰能力显著增强，在传统的电子战中，破坏雷达的工作频率可以让其失效。敌方只需发送相同频率的信号来干扰雷达接收器，比如隐形战斗机 F-22 通过极小的雷达反射面积，使得雷达将其视为杂讯，从而无法被探测，类似于伪装的狙击手藏身暗处。而 EA-18G 电战机则采取相反策略，通过发射相同频率的信号来致盲雷达。与优秀的伪装不同， EA-18G 相当于用强力手电筒闪爆敌方雷达，使其明白敌人来临，却因强光而失去锁定和反击能力。与早期的 PASA 雷达相比， AESA 不仅可以快速切换工作频率，还能让每个阵列单元以不同的频率独立工作，这大大增强了其抗干扰能力。最后，可靠性也是 AESA 的一大优势。所有武器系统都需要经过实战考验，以评估在受损情况下的作战能力。AESA 雷达的设计使得其在遭受反舰飞弹破片或震波影响时，不至于直接失去作战能力。由于每个阵列单元独立运作，即使部分单元遭到损坏或失效，雷达的整体作战能力依然能够维持，只会略微降低效率。是不是觉得现代海战的复杂性超出我们的想象？一艘成熟的下一代舰艇需要满足的作战要求非常复杂，因此能够装备世界主流的 AESA 雷达，对新舰艇的未来作战潜力至关重要。然而，台湾的4500吨级飞弹巡防舰研发进度却落后于预期。作为台湾首次打造的大型舰艇，技术上必然会面临许多挑战。即使是拥有大量军事黑科技的美国，也常常选择与其他国家合作研发或采购外国产品，以降低研发成本并提高成功率。而台湾由于特殊的国际地位，
购买美国以外的高科技装备非常困难，合作研发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过去，海军希望能迅速获得美国的神盾系统，但由于其价格超过200亿台币，加上机密性要求高，美国并不愿意出售。既然无法获得现成的装备，只能寻求自主研发。然而，台湾的研发预算相较于美国十分有限，中山科学研究院所获的研发经费少得可怜。此外，想要开发小型的神盾系统，不仅需要中山科学研究院自行研发，还要对神盾系统进行缩小改造。美军现役的主力巡洋舰和驱逐舰吨位普遍在9000吨以上，而台湾的目标是将同样的系统装在4500吨的巡防舰上，这意味着要在性能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减半重量，并能够探测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作为工程师，我完全能理解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团队的困境。正因如此，这样的目标无法在海军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当中山科学研究院未能按时完成研发项目时，会发生什么？没错，年度预算将无法执行，必须缴回。随着研发进度的滞后，预算又会受到削减或冻结，导致海军无法获得所需装备的恶性循环不断加剧。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海军与中山科学研究院之间长期存在的沟通不畅。根据记录，海军最初要求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被动相位阵列雷达，但后来将要求改为能够探测300公里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然而，其他研发需求和时间期限并未相应调整，导致科研人员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满足新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中山科学研究院在2011年表示其研发的雷达完全符合海军需求，而海军参谋长却指出，中山仅有研发被动相位阵列雷达的能力，未能满足海军的实际需求。我们可以借鉴一些例子。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FCS-3系统在2004年开始装备日相机，但最早的研发工作可以追溯到1983年，整整经历了21年的漫长过程。英国的 Samsung MECell 雷达同样在80年代开始投入资金，直到2007年才正式装备 TAC-45驱逐舰，耗时近30年。这些国家的早期研发计划与最终的实际时间差异很大，任何高科技武器的研发都难以避免这样的过程。中山科学研究院直到2020年所研发的较为成熟的 AESA 雷达也仅是海鹰眼，尽管被称为比较成熟，但实际上仍远未达到成熟水平。同时，这与飞弹巡防舰目标所需的四面固定阵列构型有显著差距。这类大型研发项目即使投入大量资金，也未必能取得成功。因此，如果海军、台湾或立法院不愿意加大投入，就不应期望中山科学研究院在短时间内凭借工程师的加班拼搏，快速推出产品。在无法短期内满足海军的要求的情况下，台湾面临2种选择：继续加大投入，同时延后服役时间，或者调整设计需求，先求有再求好。既然今天讨论的是轻型巡防舰而非飞弹巡防舰，显然台湾选择了后者，将设计需求进行调整。原本的4500吨级飞弹巡防舰被修改为仅有2500吨级的轻型巡防舰。显然，这样的吨位无法按计划取代康定级或成功级，毕竟两者在吨位上相差超过1000吨，吨位越小，舰体的作战性能就会受到限制。这样的权衡也在情理之中。自1994年海军的 ACS 小神盾计划宣告失败后，海军迫切需要新的盾舰以满足其防空需求。同时，中山科学研究院也需要通过其他项目来增强自身的设计能力。数十年后，海军再次提出飞弹巡防舰的概念，希望能建造4500吨级的巡防舰，以替代老旧的成功级。然而，由于设计频繁调整，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发进度严重滞后，导致预算被冻结，研发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到了2022年10月，台湾决定将原本用于建造一艘4500吨级飞弹巡防舰的245亿预算，改为建造2艘2000吨级的轻型巡防舰，正式宣布暂停镇海计划。海军已经等待了整整30年，无法再继续拖延。台湾在轻型巡防舰的专案报告中提到，解放军在裴洛西访台后，频繁在台海周边派遣巡防舰进行干扰，数量翻倍，主要以2000吨左右的056或053型舰艇为主。这种情况暴露了不对称作战的最大弱点，给海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所有舰艇不仅需执行作战任务，还需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训练和维修，无法简单的依赖新装备一直服役到退役。
台湾海军现役的1级舰总数仅有26艘，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长时间的高压不仅加速了舰艇的老化，也增加了防御漏洞出现的可能性。针对这些紧急问题，台湾认为在短期内无法推出4500吨级的飞弹巡防舰，因此决定至少先装备2艘接近3000吨级的轻型巡防舰。这2艘舰艇将分别用于防空和反潜任务，预计在2026年10月交付。总共计划建造12艘轻型巡防舰，在轻型巡防舰的规划中，要求其最大航速超过30节，并能在8级风以下执行作战任务。这实际上是大型舰艇的一大优势，使其在险恶的台湾海峡中拥有更大的作战空间。防空型巡防舰的主要防空火力将集中在8座4联装的华阳垂直发射系统上，搭载射程可达30公里的海基2防空导弹，总计能够发射32发。此外，舰艇还配备了具备防空功能的 Mark 75型76毫米速射炮。这种被多国海军广泛装备的 Auto 76毫米舰炮已成为海军的标准舰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装备的 Mark 75型舰炮将使用传说中的 Dart 导引炮弹，听起来是不是立刻高级了不少？ Dart 导引炮弹通过具备 VT 近炸引信，能在接近目标2米时爆炸，从而提升命中率。同时，这种导引炮弹发射后还能进行高达40度的机动，炮弹前半部分能够自由旋转，并配备了2个用于飞控的襟翼和6个固定翼。这样的设计使其在应对直升机、战斗机或反舰导弹时，防空效率都有显著提升。最后的防御手段则是由方正静迫防空武器或国产的独立型海剑灵静迫武器系统提供。反舰能力方面，防空型巡防舰将装备8枚增程型雄风3型反舰导弹或16枚雄风2型反舰导弹。相比之下，反潜型巡防舰则取消了垂直发射系统，改为斜发射装置。此外，由于吨位限制，多余的空间将被用来装备2座3联装的 MAX 46鱼雷深水炸弹及主动式拖曳式阵列声纳。因为吨位较小，因此无法装备固定声纳。在作战系统方面，巡防舰将选用洛克希德马丁的 CMS 330战斗管理系统、贝的 Artisan 997型3D 旋转式相位阵列雷达以及国产的训练系统。值得注意的是， Artisan 雷达同样装备在2022年底刚刚下水的英国26型飞弹巡航舰上，其成熟的技术和较为合理的价格使其成为巡航舰的首选之一。贝声称997型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为200公里，并能同时追踪900个以3马赫高速移动的高尔夫球大小的目标。理论上，这使其能够有效追踪下一代超音速反舰导弹。未来也预计同步更新康定级巡防舰的雷达系统。此外，轻型巡防舰还需要具备雷达隐形外形，舰体防护破片能力要达到 NAG 0108-01标准，并具备良好的水下抗爆震效果。这一总体设计与美国新座级巡航舰的小型化版本相似。关于吨位方面，大家可能会疑惑，最初提到的4500吨为何最后改为2500吨，同时又有2000吨或3000吨的说法？这主要是为了节约预算，计划将原本的4500吨单舰设计改为研发建造2艘不同构型的2000吨轻型巡防舰，因此在船舰长度上预计限制在100米以内，吨位也设定在2500吨以下。然而，海军的需求中包括垂直发射系统、反舰导弹发射架、76毫米舰炮以及 S-70 直升机的停机坪。由于增程型雄风3导弹体积较大，无法整合进华阳垂直发射系统，这意味着垂直发射系统和反舰导弹发射架需要独立的空间，而这2项装备对于轻型巡防舰至关重要，几乎没有取舍的余地。因此，100米的船体长度限制几乎无法满足最终需求，船体长度的增加自然会导致吨位的上升。这也是为什么在西部设计后，船体长度最终增加到120米，吨位也改为3000吨左右。这其实是个好消息，虽然在成本控制上可能存在风险，但这为未来的升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至于细部设计部分，海军选择了志愿西公司负责，这家公司可能并不为人熟知，但在海军舰艇设计领域绝对是佼佼者，设计了目前仍在服役的派里级驱逐舰及美军现役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更重要的是，志愿西公司还设计了与轻型巡防舰非常相似的星座级飞弹巡防舰。根据美军的规划，未来将建造超过60艘吨位约3000吨的星座级飞弹巡防舰。
其武器装备同样包括垂直发射系统、Mark 15近火防御系统、4连装 NSM 反舰导弹，并配备一架反潜直升机。整体设计目标与轻型巡防舰十分相似，但在造价上却相差甚远。当前轻型巡防舰原型舰的预算约为100亿台币，约3亿美金，而星座级巡防舰的造价接近300亿台币，约10亿美金。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从飞弹巡航舰转变为轻型巡防舰所带来的影响。将舰艇改为轻型巡防舰，确实能在短期内解决海军面临的新型舰艇不足的问题。老旧舰艇在武器系统、预警系统和火控系统等方面的升级受到限制，反应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早期舰艇从接到任务到出港可能需要数小时，而新舰艇的设计则可以显著缩短这一反应时间，同时降低作业和维护成本。虽然飞弹巡防舰同样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研发进度超出预期，短期内投入服役的难度较大。轻型巡防舰由于吨位不足3000吨，必须分为2种不同构型，这在实际作战中可能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海军在接近10000吨的主力舰或4500吨级巡防舰的预算上受到压缩。这种分构型的设计使得轻型巡防舰的独立作战能力相对较弱，在面对复杂的东亚安全环境时，作战性能的降低无疑会对海军的整体作战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分为2种构型的舰艇在未来的研发经费上可能会不断增加，带来额外的财务压力。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替换舰龄已达50年的济阳级巡防舰是非常必要的。济阳级舰艇不仅舰龄老旧，而且高压蒸汽锅炉的可靠性令人堪忧。此外，它仅装备少量鱼叉反舰导弹和标准异型防空导弹，在反舰、防空和反潜能力方面远不及轻型巡防舰。台湾在大型作战水面舰艇的建造方面经验有限，想要从零开始，必然需要支付学费，并耗费相当的时间。海军装备研发的难度极高，且花费不菲，因此海军必须避免再度出现弊案。这不仅会对海军形象造成严重打击，也可能危及海军官兵的生命安全。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